係地形複雜或者非住宅地區，例如城市周邊嘅偏遠地區，通常會見到電塔。佢用嚟支撐輸電線路嘅重要設施，用於電網系統嘅長距離輸電以及電力分配。佢可以將電力由發電廠或者變電站輸送到用戶。如果要對電塔維修嘅時候，就要先斷電。如果用傳統方法直接拉閘，會出現巨大嘅電弧火花，可能會引致電纜同電塔燒毀。假如呢個係40萬伏嘅高壓電，如果線路突然間被截斷，會發生乜嘢呢？喺日常生活中，斷開線路係好常見嘅現象，並唔會發生啲咩意外情況。咁假設係一條40萬伏嘅高壓線路突然斷開電閘，咁結果係完全唔同㗎。首先係斷開嘅一瞬間，會係兩個接觸端會產生一條穿越空氣嘅電弧火花，意味住線路中嘅電流依然會通過電弧相通。我哋先睇下現實中直接斷閘嘅情況，係高壓電場嘅作用之下，電極之間嘅空氣被電離，產生電子同離子，從而形成導電嘅通道。我哋再睇下第二個案例，留意頂部嘅閘杆即將打開一瞬間，其實根本嘅原因就係當高壓電場超過空氣嘅絕緣能力嘅時候，空氣嘅分子就會被電離。所以傳統方法係好難將線路完全斷開，因為電弧好唔穩定，都好難熄滅。而且電弧會釋放出近1000度嘅熱量，會將兩邊接觸點燒融損壞。所以想安全咁斷開呢種高壓線路，就要用到一種特殊設備叫 SF6 斷路器。依家我哋嚟詳細了解一下呢種 SF6 氣體斷路器係點樣運作呢？所有三相電路都係相同嘅結構，主電纜由上邊落嚟，經過內部嘅斷路器，再由下邊輸出。而斷路器嘅控制箱就係線路嘅最下邊，如圖顯示就係箭嘴所指位置。然後去斷路器內部睇下先，上面條銅芯係固定嘅，而下面個套筒係可以上下移動。當套筒向上移動套入銅芯時候，線路就係接通狀態，控制套筒移動嘅係斷路器下面個機械裝置，就係鐵塔底部嘅控制箱。機械控制箱內有兩個壓縮彈簧，係電路接通時候佢處於被壓縮狀態。呢度有個鎖扣卡住槓桿，扯住下面個彈簧令佢收縮，而喺呢個鎖扣下面連接住個繼電器，控制鎖扣同插栓。當線路出現故障時，電流會異常增大，隔離呢幾個互感器，佢會監測電流嘅變化，會將異常情況通知斷路器內嘅繼電器，話佢知線路有異常，你係時候跳掣啦。控制鎖扣嘅插栓就會向外推，將呢個動畫慢速播放100倍，可以睇清楚佢係如何運作。鎖扣鬆開後，個彈簧釋放出佢嘅張力，佢會以超快嘅速度向下推動拉桿。原理就同呢個畫面展示嘅一樣，將彈簧預先壓縮，壓力釋放之後好快回彈，言歸正傳。而拉桿上面連接住一個齒輪箱，通過一條軸心連接三相斷路器嘅套筒，拉桿會控制佢轉動，連接軸心轉動會拉動套筒向下移動。個氣缸內有 SF6 氣體，佢化學成分係氯氟化硫，係一種阻燃無味無毒嘅惰性氣體。佢絕緣強度係空氣嘅100倍，具有極高絕緣性同熱穩定性，並且有好好嘅滅弧性能。當斷路器斷開時，兩個接觸點會產生巨大電弧， SF6 氣體會被電弧分解電離。電離產生嘅負離子與電弧中嘅正離子互相碰撞，令電弧嘅導電性降低，最後轉化為熱能。可以簡單咁理解係電弧將 SF6 氣體分解咗，但同時 SF6 氣體將電弧能量消耗咗，同用二氧化碳滅火筒去滅火係相同道理。等斷路器完全斷開之後，再返到手動電閘依邊，將個閘打開，起到雙重保護嘅保障。但係咁強嘅電流突然被中斷，高速流動嘅電流將由斷路器接觸點向後反射，異常嘅電流可能會導致佢後面嘅設備損壞，例如變壓器或發電機。除非遇到突發重大情況，否則高壓電纜唔會隨意斷開。
當然有陣時線路需要重新分配或者維護，都需要依種突發性斷開線路，但係最後都需要將斷路器重啟，咁就要隔離另一個繼電器幫手，先由控制板發出信號俾繼電器，佢嘅運行方式同第一個相同。繼電器嘅插栓向外推，令鎖扣鬆脫，再引發後面嘅摩打啟動。如畫面中顯示，摩打帶動拉桿向上推，直到套筒完全套上銅芯為止。最後紅色彈簧要還原翻原本狀態，原來就係依個摩打係後面發力。有冇留意畫面一直出現個氣壓標？依個氣壓標係為咗監測氣缸內嘅 SF6 氣體，如果發現壓力低咗，會及時補充。好啦。以上講嘅係超高壓三上架空電塔安全斷開電力嘅工作原理，其實都有低中壓嘅電線桿，例如有10000伏同35000伏。由於電壓電流絕緣度及滅弧性能唔同，斷路器規格都會唔同，所以35000伏電塔一般使用真空斷路器或者油浸斷路器。今日就講到依度啦，下次見。